重磅消息，你敢相信吗？泰国邦恰克公司的邮轮，在泰国外交部长和伊朗驻泰国大使关起门来搞了一番成功会谈之后，居然兵不血刃，一分钱没花，直接拿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 VIP 通行证。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爽翻了？就在2周前，泰国另一艘船才在这儿挨了炮弹，火光冲天，船员只能跳海保命。最扯的是，连1毛钱的买路钱都没交，凭什么？就凭伊朗在社交媒体上轻飘飘发了一句，朋友，有一个特殊的位置。但你千万别觉得泰国这是赢麻了。拿到通行证的泰国，国内老百姓这会儿正顶着大太阳在加油站排长队，运输成本直接往天上窜，政府急得满头大汗，干脆把石油产品出口都给停了。可是你再看看它隔壁，天然气依赖度高达 95%， 同样不产一滴油的新加坡，老百姓家里的冷气照样吹得呼呼响，压根儿没闻到断供的恐慌味儿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同样是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炮弹，为什么泰国只能靠着外交官跑断腿去求人要面子，而我们新加坡却能稳坐钓鱼台，全靠自己硬扛？今天我们就把这2个国家的能源底牌和生存法则彻底翻出来算一笔明细账。平时看新闻，很多政府官员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叫供应充足。自从近期中东那边冲突大爆发以来，泰国政府也是这么糊弄老百姓的。在官方的通稿里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自家的邮轮只是在海上稍微停泊了一下，听起来是不是岁月静好？但我必须用硬核数据狠狠戳破这层窗户纸。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？那是全球能源的大动脉，每天有超过2000万桶原油从这里运出去，占了全球消耗量的1/5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泰国政府拍着胸脯说的保证供应，显得极其可笑。因为就在2周前，悬挂泰国国旗的散货船在附近海域被弹丸直接命中，大火烧得船体通红，逼得船员全部弃船逃命。伊朗和阿曼当局虽然上了船去捞人，但到现在还有3名泰国船员跑得没影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那些停在波斯湾的船根本不是在看海景，他们是在生死线上等一个活命的许可。所以，当你听到泰国官员在镜头前西装革履地说供应没问题时，别急着点头，因为就在他们扯皮的同时，另一家泰国巨头拥有的船只还在海峡外面急得团团转，焦急地等待过境许可。所谓的供应充足，不过是建立在下一秒别人会不会朝你开炮的施舍之上，你的命脉全捏在别人手里。我们来硬核复盘一下，这艘叫邦恰克的邮轮到底是怎么逃出升天的？时间线拉回3月11日，这艘船已经被迫停在波斯湾，动弹不得。眼看着国内油价要压不住了，泰国外交部长终于坐不住了。周二晚些时候，他向记者抖出了极其罕见的谈判细节。他直接找到伊朗方面，原话是这么问的：如果泰国船只想要通过海峡，你们能协助确保安全通行吗？伊朗那边的回答非常干脆，我们会处理好，把船民报过来。但这事儿绝对不是打个电话请客吃饭那么简单。根据泰国外交部消息人士透出来的底，为了保住这艘船，泰国这次是真急眼了，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关系网。泰国驻马斯喀特大使馆火速联系阿曼当局，同时泰国驻曼谷大使馆直接对接伊朗大使，3地联动，疯狂协调。最终，伊朗向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海事组织放了话，只要是非敌对船只提前协调就能过，没有交1分钱真金白银的赎金，全靠平时攒下的人情世故在疯狂刷脸。听到这里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各位，如果你是泰国外交部长，面对国内快要崩溃的物流和海上随时可能被炸的邮轮，你是会选择咬牙交一笔天价保护费，还是像泰国这样低声下气去动用所有人情关系？泰国这次为什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？因为他们的家底实在太薄了。泰国大约 60% 的电力要靠天然气来发，核心来源全指望卡塔尔、阿曼和缅甸的管道。国内需求大得惊人，但战略储备却少得可怜。这种走钢丝的能源结构
逼得他们近期甚至直接宣布暂停石油产品出口来保命。自己都不够用，哪还管得了别人赚钱？反观我们新加坡，天然气依赖度高达惊人的 95%， 而且我们和泰国一样，都是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大买家。按理说，霍尔木兹海峡一封，新加坡应该比泰国死得更难看才对吧？错，我们的底气死死藏在玉郎岛地底130米深处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定海神针——玉郎岛地下储油库。这个工程极其变态，新加坡花了17亿新币，在海底挖出了5个巨大的岩洞，总容量达到147万立方米。这是个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几百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装满了原油。这个数月级别的战略储备容量极其恐怖。哪怕今天霍尔木兹海峡彻底旱死，一滴油都运不出来，我们的4道防线立刻启动。最牛的是，我们的发电厂能在一瞬间从天然气无缝切换成柴油发电。外面战火连天，打得脑浆子都出来了，你家里的冷气1秒钟都不会停。这就是硬核实力带来的降维打击。最后，我们来剖析一下最深层的认知错位——外交软实力。伊朗驻泰国大使馆在推特上特意发文说，朋友有一个特殊的位置，这反映了两国密切的商贸关系。这就是典型的草根外交，平时多磕头，遇事好求人。这是小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务实智慧。说实话，不丢人，活下去才是硬道理。但新加坡走的是另一条路，法治外交。我们的外长维文在东盟会议上是怎么定调的？他根本没去攀交情套近乎，而是直接把话挑明，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是整个亚洲的危机。新加坡死死咬住的是维护国际公海航行自由的底线。新加坡就是那个掌握了全街区唯一一座大型加油站的狠角色。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加注港，全世界的船，不管你是哪方势力，最后都得乖乖来新加坡排队加油。我们不仅靠刷脸，我们靠的是不可替代的系统性实力，这让新加坡在国际谈判桌上永远握有筹码。你敢动我，你自己也别想好过。在当今这个地缘政治极度撕裂的世界里，小国的生存法则根本没有绝对的对错。泰国靠着长袖善舞的外交手腕，在枪林弹雨中为自己的邮轮求得了一张免死金牌，这是属于他们的求生之道。而新加坡，虽然我们连一滴原油都不产，却靠着深挖地下130米的储油库、极其精准的财政回扣，以及作为全球航运枢纽的不可替代性，硬生生构建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求稳护城河。求人终究有看人脸色的一天，别人心情不好随时能翻脸，而靠自己建立的系统性壁垒，才是永远不会被卡脖子的底气。但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，在这个规则随时可能被大国撕毁的时代，你认为新加坡这种讲法治靠实力的硬核路线，真的能够永远护我们周全吗？还是说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也需要像泰国那样，去低头寻找那个特殊的朋友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深度思考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波硬核推演，让你对地缘和能源的底层逻辑有了新的认知，请务必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你的每一个赞都是我们持续深挖硬核真相的动力。我是 Jen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